大家好，由于植物生长的速度比较慢很难做的一项措施呢，就可以立竿见影所以个人拍摄的影片会比较像分段的纪录片这部种植凤仙花与美浓萝卜的影片呢，本来是懒得剪辑只是后来因为测试土壤效果的结果出现了大意外有话可以聊聊，才又进行剪辑由于种植的方式很接近自然农法所以需要记录的过程通常只有种植的前半部现在随性进行播种的凤仙花，由于花色是属于多色系种子混在一起只能先让它开花后，再将花色分开另外，眼前在环绕水池的衬托下呢，看起来算是整理到非常明亮了。这光秃秃的样子呢，是10月底时的样子但是人总是这样觉得得添加一点色彩会舒服一点然而有时候呢，美感不好简单一点未必是件坏事播种完凤仙花取来美浓萝卜的种子，就出了第一个意外这只小黑狗呢，其实是邻居养的只是因为曾经在此流浪蹭过饭所以每天依旧会来报到播种美浓萝卜时呢，先进行整地通常萝卜种植时会先挖出沟槽，同样的位置撒2-3颗种子等长出后呢，再将多余的幼苗拔掉进行疏苗而现在种植的位置土壤会这么高的原因呢，就是当初挖掘一旁水池时比较深的位置的土壤因为土壤结块的程度比较严重懒得再进行敲碎的办法呢，就是拿来堆砌菜床的外围内部的土壤呢，则是正常的田间土壤不过时间久了外围整块的土壤呢，就被蚯蚓与微生物菌帮忙破裂了而由于现在要播种的是去年剩下未经过冷藏的种子有点测试的味道主要种子比较大颗可以发芽的几率就还比较高实验性质的影片所以本来没有打算进行剪辑只是后来个人觉得拔萝卜的过程呢，有点夸张有趣所以就让大家看看没有附图是否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新手种植而言呢，如果不是利用自来水取水的工程，最好多下点功夫当取水管道可以互通时，不但轻松，重点在于非常省时目前全区浇水不用10分钟遇到冬天时呢，若是改采2天浇一次水的频率呢，那1天花在浇水的时间就不用5分钟这样可以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呢，自然就多了。接下来有印象的观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当初做防狗网出现的状况这小黑狗跳下去水池把鱼咬上来算是拥有天生的野外求生能力就是重提的原因是诱我的后续发展1个星期后呢，发现小黑竟然在一旁啃食东西近看时呢，才发现它把鱼晒成鱼干后，才在一旁慢慢享受啃食真的是凡人很难想象它的天分经过约2个月后呢，凤仙花顺利生长的只有2颗一旁还有4颗暂时寄养的落里嫁接苗这是热心的观众朋友提供的目前已经移植了2颗在这中央种植区中央种植区是比较可以混合种植，增加不同作物的位置比较适合拿来提供一些生物的栖地故需要一些长天期的作物若只是种菜或是种花呢，生长期很容易太短虽然近似自然农法种植的理念但种植环境却不适合不除草的种法接着要进入拔萝卜的环节了以前种萝卜时呢，会进行覆土种植在这里真的很随性不但没有覆土呢，因为一旁就紧邻水池也很少浇水
拔萝卜时呢，真的验证了根系会自动找水源的说法了。由于这种植位置当初有效土壤层填的比较厚了，萝卜要吃水时呢，根系会不断的往下钻吃水导致要拔取时呢，根系实在太深了啦，只差没有出现拿圆锹挖萝卜的窘境了。拔取时呢，又担心不小心会折断，所以不断的将一旁的土壤挖松外呢，进行拔取时也尽可能的牵子往上拉了。在拔取时真的是让人联想到《拔萝卜》这首儿歌啊，第一次觉得歌词写得很写实啊。不过呢，这使用过期的种子可以生存下来的萝卜呢，种子的韧性已经异于常人了，连生长的状况也让人惊叹了，竟然可以直接往下钻到这么深最后的萝卜长到这么长，更是客人始料未及的啦。而这环境跟片头的景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了。个人目前只偏好不需要特别照顾，又对温度不敏感的花来种植啊。而这些花有个特点就是花期非常长，一旁的大花向日葵也开始开花了会将这些花种植在金桔原生苗旁的原因呢，是怀疑土壤是否磷肥不足导致已经种了2年多的金桔就是不开花不过后来听说原生苗得种4年才会开花结果有点傻眼看来目前只能先当绿化环境赏叶植物使用了。而此处种植花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这些都是要用来收集种子的啦。打算进入夏季后呢，十字花科的菜床就不再盖上杂草抑制席而是种植这些花来对菜床进行覆盖避免长草之外呢，也可休耕养地种植之后充当绿肥使用。最后来看一下芋头采用血质后，又在一旁种植波士顿奶油莴苣的现况而在此进行育苗的大陆妹呢，已经陆续进行移植了。自行育苗的好处是采收完之后又可以随时进行补苗由于今年过年的时间比较长，不好抓菜成熟的时间目前就是不断的分批进行补苗这一区的生菜莴苣类呢，应该是可以当上很好的年菜使用了。谢谢收看。